它们能是人身鱼尾的鲛人，漂亮的鱼尾自由摆动，不同颜色的鳞片在夜明珠的光泽下闪烁光芒。它们的容貌也都美丽，即便有的鱼人特征很明显，也是好看的。周芷也走到了他们面前，苏华微微颔首：“见过明王。”周恒看着周芷，关心地问：“阿芷，一切可好？”“还不错，你和他们商量商量，就说我会留下来学习他们鱼族的空间术法。”周芷话一出口，周恒等人都惊讶了。“阿芷，这里……”周恒本想说这里还不明确，不能冒险。“皇兄，我累了这么多年，如今只想趁此机会休养一番，皇兄也不答应吗？”他和苏小璐是要分开几年的，他等苏小璐长大，也想再看看自己的心。周恒无话可说。苏华看了看苏小璐，眼眸带了点疑问，不过这只是一瞬间，他是有话要问苏小璐，但不是在这儿。“阿芷，如果你真想留下来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如果你不想，那哥哥也有办法，知道吗？如今我能保护你了。”他为兄长，本就该护着弟弟。当然是我自愿的，我不愿意，没人能逼我。周芷没有多和周恒说，而是看向安小欧。安姑娘，把我们兄弟之间说的说给他们听听，这几天就打扰了，你们鱼族也商量商量。那些随我兄长一起回京城吧。安小欧点头，他平复心里的震惊，然后告知鱼族周芷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老王上下令下去，待客人们好好休息去吧。苏小璐抱着自己的剑去找龟游，他俏皮地眨眨眼睛。师傅，咱们还没有在海里面练过吧？要不要来试试，看看和在陆地上有没有差别？为师正有此意，走，找个宽阔的地方去。师徒两人往外走，看见的鱼族也不好拦，只好远远地跟着。看着他们停下来，鱼族人也松了口气。语言不通，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人要做什么。现在是贵客，拦也拦不得。还好他们自己停下来了，但是下一秒突然拔剑开打。鱼族人先是一愣，看了看之后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在玩闹啊。和鱼族中有时候会比谁游得快，谁的利爪更锋利差不多，所以他们看得津津有味。龟游和苏小璐都在适应，海里和陆地感觉还是不一样的，但没有身体不适为阻碍，师徒俩很快就平衡好那微末的不适，不再浅浅施招，拔出剑，刀光剑影的碰撞，身影都只有残影，分不清正身，剑只有碰撞的叮当声响，不见其剑。金六等人都来观看。苏姑娘现在的剑法更好了，恐怕再过招，我们齐上都难敌她了。大家纷纷认同，周恒身边的木一等人也是微微点头。苏姑娘的悟性很好，听说她以前练剑都会练到自己爬不起来，让人敬佩。哎呀，他们真厉害呀！我们去了人族，是不是也能学习这些呀？金六他们听不懂，但看几位鱼族也没恶意，直接当他们是被震撼了，在夸奖，所以也就笑笑点头。那当然是不错了，必然不错，在他们周朝这样不错的人多得很。看见金六他们点头，鱼族人以为他们听懂了，也露出笑意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定会认真学的。金六等人也乐呵呵地笑了笑，听不懂没关系，笑容就是友好的交流。苏小璐和龟游收了剑，师徒二人都尽兴了。龟游露出笑意：丫头，等出了这地儿，我书信一封，让你大哥自立门户，咱们正式行拜师权礼。今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传弟子。好，谢谢龟游师傅。鱼族人非常的友好，对他们不断发出声波。哎呀，你真厉害呀！你这个剑，我们去了人族也能有吗？肯定有啊，他们每个人都有剑。但是这两位的看着更好哎，我们能有他这样的吗？不知道啊，到时候问一问。苏小璐他们听不懂，只有保持礼貌的微笑回应。鱼族人看见他们笑了，更高兴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鱼族带他们游览王。海域深处会有成段的光源，像是鱼一样的游走，五颜六色，特别好看。你见过吗？我还没有见过，但他们说特别好看。族中所有的鱼族都会在这个季节来看，他们坚信，只要共同看见光景，且诚心诚意想要在一起的人，一定会在一起，不管是朋友、亲人还是爱人。安小欧将这些解释翻译给苏小璐他们听，他自己也由心的悸动。海明紧紧地牵着他的手，
安小欧都觉得他能感知到海明心脉跳动的频率了，他的脸不由得红了。我们鱼族家人之间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看光源，就像是人们喜欢看天空的星星。多谢王上，让我们此番一行记忆深刻。我现在也很思念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。周恒的心情有被触动，难得真情流露。盟约已经商定，明日他就要带着一部分的鱼族人离开了。周志决定留下，那他就会留在鱼族里，学习他所想学的。他们已经商定好，每年都可以更换新的族人学习知识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鱼族和人族相互往来，增加了解。回到王宫后，苏小璐叫住安小欧去了房间。小欧，鱼族的灵液能卖我一些吗？不瞒你说，我要给冥王解毒了，他要留在鱼族，那这一次解毒过程就是在鱼族里。你能帮我跟王上问一问吗？我有很多名贵的药材做交换，人族通用的钱物也可以。苏姑娘，我不能答应你说可以，但我会把话转告给王上，然后再给你回答，好吗？苏姑娘，如果你遇见我哥哥和我小叔叔，请你告诉他们，我成为了鱼族人，我会在京城等他们。这次盟约，安小欧会跟着去。他作为一个鱼族，会虚心求学，在这几年里，如果能见哥哥和小叔叔就好了。但他不会执着必须要见，一切随缘。没问题，等我为他解了毒，我从鱼族离开之后就会四处历练，找到安烈和安城之后，我会把你的事情转告他们的。只是，小欧，你以后是不是会和你身边的那位少年鲛人在一起？昨晚一起看景色的时候，他可是看见了海明紧紧牵住安小欧的手。安小欧脸一红，他和海明并没有挑明关系，但他清楚海明的心意，他害羞地点点头。是的，鱼族一生只有一位伴侣，他们认定了就会等到伴侣成年，成年后告白成婚，然后共度一生。我和海明都还没有成年，所以他们都知道对方心意，但还没有挑明。这样啊，那以后你们大婚可要传信给我，正好我想看看鱼族的婚宴是什么样的形式。好。安小欧有些羞涩，只要苏小璐愿意，他肯定是非常欢迎的。安小欧笑着出去了。安小欧惦记答应苏小璐的事情，所以没有先回去，而是去了王宫。等见到老王上了，他恭敬地见礼。老王上温和地叫他起来。安小欧是由人族转化为鱼族的，他是得到了海神的认可。如今两族结盟，老王上觉得这是海神的预示，对安小欧更慈爱了些。如果没有安小欧在中间传话，人族和鱼族绝对达不成结盟。安小欧把苏小璐的话转述，老王上听了之后问道：人族的财物我们的确要置换一些，但那位苏姑娘要用多少灵液，她说过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如果您答应的话，我再去问问她。不过我觉得应该对灵液有个初步的预算，这样才好用于置换。老王上沉思了一下，灵液是海底发掘的，有多少个灵脉多是很多，除了鱼族转化时候需要用几瓶外，多喝了也没用。用来转换人间的财富可以用的好几条灵脉，到底定价多少合适呢？这个我也不好决定，送一些给他吧，就当交个朋友了。你不说他很厉害吗？那多交他这样的朋友也不错。定不了价值，那就送吧。安小欧点头。有了王上的允可，用海螺瓶装的灵液就去送给了苏小璐，足足有3-4斤。送了之后，鱼族人露出笑意离开。苏小璐用小酒杯倒了一杯喝了，灵气滋润她的四肢，非常的舒服。她立马运转内息，感觉到全身都散发着饱足2个字，这可是好东西啊。但鱼族王上没有说怎么换，只说当交朋友，这就是人情债了，人情债可不好还呢。周志可能也用不完，他收入空间，意识也沉入空间，倒了一小杯给皮皮虾号喝。皮皮虾号一口就喝完了，舔舔嘴巴，眼巴巴地看着苏小璐。小璐，我还想喝呢。不行，这个是要给四哥喝的，他解毒要用，如果有剩下的我再给你喝。
灵脉产的灵液可是好东西啊。乖啦，这个是海底的东西，以后我要是再找到了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好不好？苏小璐摸摸皮皮虾号的毛发，轻哄着。皮皮虾号点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苏小璐对他已经很好很好了，他还是要知足的。苏小璐出了空间，就起身去找龟油，把事情一说。那我先出去，和老头在小院等你回来。他把灵液分了一小瓶出来给龟油。师傅，这是灵液，比我提炼的灵药更好，你带出去和我师傅一起喝。龟油接过收好。行。苏小璐起身回房。第二天，周恒等人一起离开王宫，龟油也一起出去了。苏小璐没有跟着去送，只在王宫看他们离开。他对着龟油和周恒、苏华他们挥挥手，直到看不见，苏小璐才返回去。给周芷最后一次解毒，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从今天开始施针，不少彝族人都来看苏小璐施针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习。周芷一直在学习彝族语言，他已经记住了几十种不同表达的声波，不是很复杂的话语，他已经可以听懂了。彝族人也能听懂简单的人族语言。施针之后，周芷昏昏欲睡，苏小璐守着他。小璐，我带了书来，你给我讲讲故事吧。还是仙尊那一本书。苏小璐慢慢的读着，心想这个仙尊也好可怜，魔毒发作，生死难测，只有这个时候，他那失忆的妻子才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他还是没想起仙尊来，还说等他过了这一关，他就要离开了。真是一个伤感的故事。每日3个时辰扎针，3个时辰药浴，轮换着来。短短10天，周芷就迅速消瘦，不吃任何东西。苏小璐每天给他喝1小杯灵液，帮他支撑。如此撑过了20天，却才是走过一半的路。周芷每天醒来的时辰不足1个时辰了。彝族少年清旭来看望，吓了一跳。他怎么成这样了？他不会死在这里吧？不会，他不会死。清旭，我还要灵液，我可以用10万两银票交换。清旭听着有点费解，但他沉思一下也懂了。我去禀报皇上，再告诉你。清旭担忧地看了一眼一直昏睡的周芷，转身离开。清旭直接去了王宫禀报。老王上和大王子听完之后，大王子玉衡直接开口：灵液可以任由他用，不要他的银钱，但他以后要帮我们彝族3个忙，这不是要他有违人伦天理，只是让他记着，假如将来人族彝族的盟约不在，他至少要保我们3名族人回来。如果哪天他不在人世，他有后人，那这个承诺依然有效。问他答不答应？老王上沉吟开口，补充了这句话：我这就去转告他。清旭转回来的时候，恰巧周芷醒了。苏小璐在喂他吃东西，清旭就没有去打扰，在一边等着。他有何事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来看看你，怕你死了。快睡吧，四哥。周芷轻轻笑了声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沉乏极了，眼皮闭上就不想再睁开，身体好似1000斤重，只是短短几息，他就陷入混沌里沉睡了。苏小璐这才起身，走到清旭面前去。清旭慢慢的用人声把话一传达，说完后就准备静静的等苏小璐回答。我答应。好，那我去安排了。清旭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周芷，起身出去了。周芷现在是瘦得脱形了，但骨相也很好看。苏姑娘对她这么好，应该是喜欢的吧。清旭叹了口气，看来他没有机会了。灵液很快就送来了，有了充足的灵液，周芷的身体得到了支撑。虽然她每天都在瘦，但她腿上的余毒也一点点的消失了。整整50天的解毒过程，当最后一滴黑色从针尖滴落，苏小璐探了探周芷的鼻息，还活着，她终于熬过来了。也多亏有了彝族的灵液，如果没有这东西，睡一次可能真的是熬不过去了。毒素清完了，周芷的神气一天天恢复，她醒着的时间也一日日变得正常。当她能正常进食了，苏小璐看她吃完了所有搭配的饭食，正要开口，周芷就先一步开口了。小璐，现在什么月份了？7月12了。小璐，那位仙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苏小璐在给周芷解毒的时候已经说过，但她可能不记得了。
他问起，苏小璐就自然的又开口：那位仙尊的魔毒解了，他的那位失忆妻子去游历了，两人又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最后还在一起，完美的结局。那还不错。所有的话本子都能有个好结局，正是因为真正的人们追求不到那么好的结局，所以才在书中写出好结局。你什么时候离开啊？明天。你身体也恢复好了，接下来只需要按时吃饭，按时休息就好了，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周至要留在余族求学，他有他要做的事情，他也有他要做的事情，到了该分别的时候了。好，那明天我送你。苏小璐点头，起身回房去。看着苏小璐的背影，周至叹了口气。夜里，他将自己浸泡在浴桶里，看着自己残破的下肢，眼眸深沉。它们的颜色已经不是青紫乌黑，是和他身体一样的颜色，看着就健康。就连长出来的那一截也非常完美，用手触摸，很难想象这曾经是截肢的，因为没有截面，没有伤疤，就像是天生就这样，是光滑的、圆润的。曾经经常疼痛的创面已经好久没疼过了，3年，他这双腿一定可以长出来的。7月13，苏小璐离开余族，周至对他挥挥手：小璐，下次见。四哥再见。有了余族送的海螺吊坠，他可以在水里自由游走，不用上去换气。苏小璐出了余族族地，上了船，看着过了一茬又一茬的雾气，他心中平静。海面灵气足，他开始潜心吸收灵气。7月20，苏小璐回到了岸上，他直奔小院子，飞身上墙。吴老头在练剑呢，苏小璐跳下去，跑过去就一个熊抱。师傅，我好想你啊！没大没小，先撒开。苏小璐笑着松开。丫头啊，此番事了，你也该真正的独自历练了。我和你龟游师傅也准备四处走走了，就今晚，咱们仨吃个团圆饭，明日就启程吧。你龟游师傅等着你拜师呢。我可先说好啊，在你心里，必须我这个师傅才是第一，他只能第二，知道不？这么好的徒弟，可是他先找到的。龟游现在想来分，那得排第2才行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我的第一师傅。苏小璐说着，眼睛四处看了看，很好，龟游师傅没在。老头爱吃醋，那能怎么办？当然是宠着他呀。反正龟游师傅又不会问这些。这还差不多。吴老头心满意足了。苏小璐回房间休息，他把皮皮虾号放了出来。空间里面的界面石头已经没剩下几块了，皮皮虾号也终于长成了2个月大的小狗的大小。晚上的时候，吴老头特意从酒楼订了饭菜来。苏小璐正式的和龟游行了拜师礼。龟游喝了茶水，给了苏小璐一份礼物。苏小璐收了起来。哎，这小东西从哪儿来的？师傅，你们肯定猜不到这个是谁。这是那年我们第一次进异域的时候捡到的那个小崽崽，你们还说是老鼠呢，它不是的。现在长大了，你们不觉得它越来越像大熊了吗？这个东西长得好慢，都几年了才长这么点，要长那么大，不知道要几百年呢。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不在了。丫头啊，你好好修炼，每进一级，寿命都会长的。这家伙将来会是你的左膀右臂。真正的修仙者，每一次进阶，寿命都会不一样。这条路是很困难，但老牛也说过，只要他能不为情所困，就一定能成。吴老头喝了一杯酒。丫头可得努力了，活他个几千年。告诉师傅，几千年后是个什么光景？师傅，我活那么久，那我不就成了老妖怪了？现在世上都没有仙人了，过去几千年，这灵力会衰竭，这时代也会过去的。谁说现在没有仙了？他们或许潜在某个地方，已经远离世俗了。丫头，好好替我们去看看吧。苏小璐看着2位师傅一脸期待，他点头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。我要成仙成神，我要活几千年。不知不觉的，龟游师傅都被带得幼稚了。
看着苏小璐发言了，龟友和吴老头都笑了，苏小璐心里也开心。皮皮虾号也被两位师傅摸摸头，喂了不少好吃的。皮皮虾号的声音奶萌奶萌的在苏小璐脑海里响起。小璐，你的两位师傅真是个好人。他正担心苏小璐会无心修炼呢，龟友和吴老头都给了这么大的助力，他们真是个好人呢。要活几千年，那肯定要勤奋修炼渡劫呀！哼，他太高兴了。苏小璐摸了摸皮皮虾号的皮毛，那当然了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师傅。吃完饭，苏小璐给吴老头做个针灸。丫头，我传授了你100种针法，今天这100根银针就看你的了。没问题。苏小璐骄傲的头一仰，阵法早已熟识于心，拿针下针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，手比脑子快。吴老头非常的满意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，这么厉害的徒弟是他的。为师也放心了，去休息吧，好好睡一觉。我徒此去，必定一切平安顺利。苏小璐收好银针回房去，皮皮虾号睡着了，但听到苏小璐的动静，自动的朝着床里侧挪动。苏小璐睡下，床都是暖乎乎的。天才微微亮，吴老头和龟友悄无声息的出了院子。就这么走了，丫头不会生气吧？那要怎么样？我们江湖人本就是这样，道别难免伤感，又不是见不着了。这倒也是，丫头长大了，情绪也多，万一她哭起来都不知道怎么走。算了，还是走吧，走吧。吴老头心里感叹，莫名觉得惆怅。他先迈出脚步走，龟友笑了笑，跟上去。苏小璐该有她的人生，身在江湖，她没见识的还多了去了。年轻的江湖该让年轻人去闯，他们这些老的就不适合插手了，他们只是他稳固的靠山。苏小璐一觉睡到大天亮，她伸了个懒腰，感觉外面有些过于安静了。以往的时候，老头应该在练功，依着老头的脾气，那必定不可能没生意呢。苏小璐微微皱眉，连忙下床跑出去开门。师傅，龟友师傅。小院安静，听不到任何回应。真是两个臭师傅。他知道他们已经走了，接下来的路也该他自己走了。历练这2年多的陪伴已经足够了。皮皮虾号跑到苏小璐的脚边，咬了咬苏小璐的裙摆。小璐，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了呀？我们去哪里呀？我们去找界面石头，去常州。第一块界面石是从大表哥家中得到的，当时他说的是常州那边送给外曾祖的。苏小璐决定去那边走一遭，去看一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。好耶，小璐你真好。皮皮虾号高兴得不得了，苏小璐还记得他好感动，这种被重视的感觉真好。皮皮虾号把头一歪，靠着苏小璐心口位置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，心想苏小璐真是个健康的人类呀，这时候的身体处于最好的状态，朝气蓬勃，可真适合闯荡啊。苏小璐把皮皮虾号放回空间，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认真地关好院子门，去取了马儿，骑马离开，找界面。常州位于南边方向，有富饶的江河，气候舒适，是很富饶的一个大洲，人们称为美丽富饶的江南。赶路的时候，苏小璐也不着急，已经是早秋，山野之中有不少能吃的野果子都熟了，她免不了要去摘一番。遇见珍贵的药材，也会小心翼翼地挖下来，将它们种植进空间里。抓只野兔野鸡，收拾一番烤起来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他教会了皮皮虾号石头剪刀布，每当谁都不愿意吃烤糊的一面，就以石头剪刀布来决定。他路过了许多小镇，也会行义诊。8月21，苏小璐赶路了1个月，他还没有到常州，因为他走错路了。还好遇见了一个镖局，他们要送一批丝绸去常州，苏小璐会和他们同行，完全是因为他们碰见他们队伍有人得了痢疾。苏小璐原本是路过，看见了就出手救了，如此才是认识了。黄大叔，为什么杨镖局这么紧张啊？翻过那一座山就能看见常州城了。我们的速度不快，但按照这个速度，今天天黑前过山没问题。小陆丫头，你还小，不知道，
这越是要到了，就越容易遇见绿林盗匪。你看这山里都是好窝子，咱们押镖这么多东西，提前踩点的早就望风好了，错过了此处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如果他们要动手，今天一定会动手了。丫头，你不用怕，咱们都是老人了，不是没见过的人。咱们镖局也不是吃素的，到时候你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就行了。成，我知道了。苏小璐感觉血液有点翻涌，强盗啊，他还没见过呢。他开始注意密林，观察盗匪们都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呢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杨大镖局，放下东西，饶你们一命。哼，休想！尔等宵小想抢我杨家镖局的东西，大可试试我杨家镖局是不是吃素的。尔等四肢健全，个个都孔武有力，却不思劳作，只做着烧杀抢劫的事情。这等下作事情，令人事不耻。今日我杨毅遇见，便要替天行道，杀光你们这群臭虫臭鼠。杨大镖局，我给你机会，是你不要的。男人杀掉，妇女全都掳上山去生娃子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现在说一声求爷爷饶命，我们就饶了你们。丫头，你去马车里，今天是一场恶战了。黄大叔，我一个人走江湖，以后我自己肯定也会再遇到的。这是我第一次遇上，我不会躲，我躲得了这一次，也躲不了下一次，我不怕。黄铁山看了看苏小璐，想说什么，又觉得苏小璐说的很有道理。人家丫头本来就是独自走江湖，这么个好看的姑娘，那些盗匪看了能放过？丫头倔强，那就随她去。是第一次见识不要紧，知道盗匪的猖狂和凶狠就好，以后心里就有个数了。说再多道理都不如他自己亲身领悟出来，所以黄铁山没有再说。苏小璐足尖一点，飞身就朝着那满脸胡子的盗匪头目刺去。嘿，丫头不可！黄铁山只来得及惊呼，根本没机会阻挡。苏小璐的行为都吓坏了他们，这简直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最好诠释。苏小璐的剑叮一声刺在盗匪头目举起来的大刀上，盗匪头目顺势往后一仰，然后挥刀就朝着苏小璐拦腰砍去。苏小璐轻盈躲避，手中的剑脱了手，转了一圈又接住。他几乎是在对方刀刃上滚一圈，不伤分毫，还顺手割了他一剑。操，这小娘们拿着什么刀剑？乖乖给爷做马骑才好呢。苏小璐也不客气，身形回转，手里的剑跟活了一样，在盗匪头目惊悚的神色下，将他嘴巴刺破，鲜血直流。我操你娘的！兄弟们，给我弄死他！被如此羞辱，简直没脸面。他嘴里才说出张狂的话语，下一刻就被一剑刺裂开，这就是火辣辣的耳光扇在他脸上。苏小璐今天不死，他这个大当家的尊严就找不回来。哎呀，丫头干得漂亮！有苏小璐的助阵，这一群盗匪无疑是惨败的。你们这些恶匪，脑袋应该很值钱的吧？小璐姑娘实在是厉害，能够结识姑娘，实乃三生有幸。以前遇见盗匪，就算最后平安度过，镖局也会没上那么几个。但这一次情况是最凶险的，但我镖局的人全都平安，多谢姑娘了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对了，杨叔叔，这些人是不是能拿去官府领赏钱啊？这些人罪孽深重，此番损失惨重，老窝应该不剩下什么了，官府会出手剿灭的。接下来的好几年，这地方都有太平日子过了，这一带的百姓都会记住姑娘的功劳的。杨叔叔，那你把这些人弄去领赏钱吧，也不知道会有多少，就用来送给那些曾经被他们迫害过的百姓，就当是积德做好事了。好。杨毅开始去处理了。黄铁山走到他身边，嘿嘿，赵丫头，你这武功可太厉害了，但你的剑法我还真看不懂。我押镖这么多年，不少路数的剑法我都见过一些，但你这样的我还真没见过。那是自然，我派刀剑尊崇的是道，每个人的感悟不同，剑法就不一样，成就也会不一样的。自我感悟。不过你有这本事，独自走江湖就不怕了。可惜你不是个男子，不然叔一定要跟你喝酒啊！我是女子怎么了？我也可以喝酒啊！好，到了常州城，叔请你喝酒。成。江湖真有意思。镖局整顿好了之后，带着盗匪主要头目的头颅，朝着常州城出发。接下来的路上平安无事。
天黑的时候顺利的进城了。常州的确繁华热闹，天黑之后灯火通明，青春靓丽的女子成群结队的游玩。苏小璐和杨毅他们在一个客栈落脚，大家都放松下来，大口大口的喝着酒。苏小璐学着他们的样子，大口大口的吃肉喝酒，她笑意张扬，酒量也不输任何人。一个娇美又豪爽的姑娘，实在是太吸引人的目光了。李阔就是被这样吸引的，他的视线落在苏小璐身上，看着她大笑，不羁张扬，只觉得这位姑娘浑身都在发光。少爷，少爷！小厮不默叫了他好几声，李阔都没听见，直到小厮伸手在李阔面前挥了挥，李阔皱了皱眉头。少爷，少爷！小厮不默叫了他好几声，李阔都没听见，直到小厮伸手在李阔面前挥了挥。怎么了？少爷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再不回头夫人又该罚你了。主要是主子不听话，他这个做贴身伺候的随从也要受罚呀。所以眼看着时辰差不多了，明知道说了主子会不高兴，他还是硬着头皮说。虽然那位姑娘的确是又美又张扬，像是花园里盛开的最艳丽的花，但时辰真的差不多了，再不回去，夫人一定要惩罚的。不默呀，少爷平时对你不错吧？少爷对不默非常的好。不默常常说愿意为本少爷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本少爷也不要你上刀山下火海，本少爷都不怕家法，不默总不至于石板子都受不住吧？不默苦着个脸，还是决定再争取争取。少爷，大少爷要知道，你的惩罚肯定会翻倍的。无妨，这位姑娘，本少爷结识定了，他与这群人也是半路之交，杨家镖局常年送货，在这不会停留很久的，也不知道这位姑娘会不会跟着走，反正我不管，我不能错过，错过一定会后悔的。李阔起身，大步流星的就朝着楼下大堂走去，他大手一挥，把整个镖局的饭食全都买单了。他走到苏小璐面前，礼貌的见礼。在下李阔，有幸得见姑娘，想结识一番。姑娘若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也想和姑娘喝上几杯。苏小璐看着李阔，气宇轩昂，一身白衣，好不潇洒。在下李阔，有幸得见姑娘，想结识一番。姑娘若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也想和姑娘喝上几杯。好啊，在下赵小璐。出门在外，男装她叫苏璐，女装就叫赵小璐，随赵氏姓。赵姑娘爽快，李某一定奉陪。苏小璐眉眼真好看，生得一双桃花眼，却又有侠女的神气，实在是太吸引人。李阔也加入了喝酒吃肉中，一顿饭局到了深夜才散场。苏小璐对杨毅他们挥挥手：“杨叔叔，黄大叔，再见，我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苏小璐不准备在这个客栈住下，和杨毅他们道别后，苏小璐就准备离开了。李阔连忙追了出来：“赵姑娘，你来常州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帮忙。我李家在常州扎根100年了，只要姑娘的事情和常州有关，我一定能帮上姑娘。”什么事情都能打听吗？李阔看着苏小璐突然有点懵的样子，他只觉得脸发热，连连点头：“什么都能。赵姑娘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暂住我家休息。”时候不早了，就不打扰姑娘休息了。楚氏带着丫鬟下去了，李阔给苏小璐安排了住处。苏小璐住下后，李阔礼貌道别，回他院子去。苏小璐睡下，想了想，然后进了空间，从皮皮虾号嘴下拿掉一块界面石出来。这块石头就拿来做问路石了，明天我打听打听消息。苏小璐摸了摸一脸不情愿的皮皮虾号，这在他眼里看着是硬邦邦的石头，但在皮皮虾号眼里，那可是嘎嘣脆的美妙食物。好吧。皮皮虾号不情愿的点头，他告诉自己，拿出这一块界面石是为了换取更多的界面石头。苏小璐摸了摸皮皮虾号，就出了空间，安心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小璐起来，李阔也来了，他陪着苏小璐吃早饭。赵姑娘，你昨天说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？苏小璐拿出一块有些坑坑洼洼的石头。李公子，我在找这种石头，你见过吗？你知道哪里有吗？
李阔把石头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好像是见过，又好像没有。他感觉有点印象，可他印象之中的石头是光滑的呀。苏小璐立马反应过来了，这个石头原本是光滑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常州城外的怪湖里有。赵姑娘找这个做什么呀？这个石头看着特别，但实际不值钱，也没办法打磨开凿的。赵姑娘，你这个石头怎么不光滑了？我喜欢石头啊，我想多收集一些，选好看的。这个开凿需要用特殊的东西，费时又费力，多谢李公子了。那怪湖，李公子能带我去看看吗？赵姑娘，那怪湖很臭的。我不怕臭，真的。那好吧，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看啊。赵姑娘真好看，怎么看都好看，这肯定就是心动的感觉了。一个貌美、张扬又有点可爱的女子，就是看着她，她的心跳都蹦蹦响。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了。我要娶她，我认定她了。苏小璐没注意她的变化，专心吃饭。吃了饭之后，李公子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我们就走吧。李阔有点愣神，感觉脸有点发热。我吃饱了。赵姑娘在关心我有没有吃饱，她人真好。那我们走吧。李阔点点头，起身带上随从不墨就准备出门。赵姑娘，你家中还有些什么人啊？我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叫李海，我娘本来想生4个，凑齐海阔天空的，但是生了我之后伤了身子，再也不能生了。那如果是我家的话，刚好能凑齐了。我有2个哥哥，1个姐姐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赵姑娘，你家住哪里啊？以后说不定我会去到你家那边的地方玩呢，到时候我好去找你啊。好啊。苏小璐把京城里师傅以前常常住的位置告知了李阔，那里如果有信，他能去取。他现在还不了解李阔，等了解了，如果觉得适合结交为朋友，他才会告诉李阔他真正的名字。李阔心里很激动，他牢牢记下，生怕忘了。不墨看着自家少爷一脸花痴的样子，撇了撇嘴巴。赵姑娘，就是这儿了。好好的姑娘，怎么就喜欢臭石头呢？少爷啊，你可清醒点吧。赵姑娘，你还会扎针啊？会一点。你要我帮你扎一下吗？扎了就闻不到这些气味了。李阔刚想开口答应，不墨就先开口了。少爷不行啊，银针不能乱扎。我的少爷啊，你可清醒点吧。赵姑娘说不定自己瞎学的，万一把你哪儿扎坏了，小的可怎么办啊？不墨深深的明白，自家少爷一旦陷入情网，脑子肯定没了。听他念叨这么多年，也没喜欢过谁，这一下子喜欢上了，简直要命了。听着不墨说的，苏小璐只是淡淡笑笑，她也就是随意问问，也不强求。姑娘，你也给我扎一下吧。为了心上的姑娘，她什么也不怕，不就是扎一下吗？能怎么样？苏小璐也不客气，拿了银针就扎了一下，下手又快又稳。李阔抿着唇，在脑海思考了一会儿，开口：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不疼不痒，怎么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？你现在还觉得臭吗？哎，赵姑娘，你好厉害呀，真的闻不到了。我现在一点臭味也闻不到了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不墨，你快过来给赵姑娘扎一下。少爷，我就算了，我觉得这点臭味我还能忍啊，我还能忍。算了，那你就忍着吧。公子，你们在岸上等我吧，我要用那个小船去湖中心看看。天哪，这怪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几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的？还要去湖中央？那是不是还要下去啊？光是想着，不墨就抗拒的不行了。真的好遭罪啊，我的少爷，你可清醒点吧。这赵姑娘一点也不有趣，人有趣漂亮的姑娘，怎么会让自己去这臭烘烘的怪湖？怎么会想捞着臭烘烘的石头呢？赵姑娘，我反正也闻不到，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水性还不错呢。不墨苦着个脸。不墨，你就别去了，船太小，坐不下3个人。你在岸边等我们，好好看。赵姑娘，我们走吧。苏小璐点头。旁边不远处就有一条废弃的船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。船没有问题，两人坐上去，很快离岸边有了一段距离。赵姑娘，如果是以前啊，这湖水还是清澈的，还能钓鱼呢。在这小湖的中心，
还挺有意思的。苏小璐伸手捧了一捧水，水在手里也是绿油油的。苏小璐用船桨试探了一下，深不见底。李公子，我要下湖去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憋气很好的。苏小璐只是给李阔打一个强心针，说完不等李阔有什么反应，他就起身跳湖了。姑娘不可啊！他话刚出口，苏小璐已经咚一声下湖了。苏小璐下了湖，在湖里她依然不受窒息困扰，但是湖水里视线浑浊，什么都看不清。苏小璐只得一直到底，然后开始在河床底下摸索。触及到界面石的时候，他会有感应，只要是界面石头就全部收入空间去。他挖石头挖得高兴，都忘了时间，直到身子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苏小璐感觉到湖底可能有许多未知的因素，他便上游了。他一冒头就看见不远处一脸着急的主仆俩。赵姑娘，你没事太好了。赵姑娘，你快点上来吧，这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快回去吧。真的好臭啊，一刻都不想待了。苏小璐想了想，反正自己知道位置了，他大可以晚上自己偷摸来，便爬上了船去。不墨没有忍住干呕声音，呕了2声。赵姑娘，真是抱歉啊，你别介意，都是这臭湖的原因。我知道。到了岸边，苏小璐手中跳出水球，水球笼罩她整个身体，清清爽爽的过一遍，所有的气味都不会留下。李阔已经张大了嘴巴。赵姑娘还会异能力？不墨也是张大嘴巴，这个赵姑娘一下子在他心里不一样了。这下子不是赵姑娘能不能配得上少爷，是少爷能不能配得上人家赵姑娘了。不墨暗暗叹气，为自己少爷可惜了一把。苏小璐用水球把李阔笼罩着，驱除了他身上的异味。水球离开，李阔都还有点回不了神。在不墨期待的眼神下，苏小璐也给他去喂了一遍。谢谢赵姑娘。苏小璐拿出银针，在自己手臂上扎了一下。李公子，把手给我。哦。李阔有点魂不守舍，心不在焉的把手伸过去。苏小璐扎了一下，李阔顿时就觉得鼻子能闻到气味了。他更魂不守舍了，赵姑娘真是太厉害了，她怎么可能会喜欢自己这样一个平凡的男子？除了家里有几个臭钱，什么也没有。想着自己的痴恋，李阔顿时有了一种心碎想哭的冲动。这该死的暗恋呐，还没开口就已经注定要死在心里了，好难过。赵姑娘看着也不差钱儿，她真的一点优点也没有了。不墨暗暗忧叹，可怜的少爷呀。不墨看了一眼苏小璐，苏小璐正在沉思，根本没注意这主仆俩情绪的变化。唉，可怜的少爷啊，这赵姑娘一看就没有半点情意，如果有情意，赵姑娘肯定会脸红啊。这些小女儿家的姿态，她在赵姑娘身上根本就没看见。回去的路上，三人各有所思。苏小璐想着晚上要来一趟，所以也没有注意李阔心情的低落，甚至是回了李府，苏小璐也没有注意到。李阔很是心伤，艰难地维持着笑脸和苏小璐再见。苏小璐回了小院去，第一时间就是将意识沉入空间。她在湖里摸了不少界面石头收进空间。皮皮虾号已经趴在上面挨个啃咬了，跟做记号似的。看见苏小璐来，皮皮虾号奶萌的声音透着忙不过来的无奈。小璐，小璐，谢谢你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苏小璐走过去摸了摸皮皮虾号，又拿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界面石闻了闻，还好怪狐的气味没有沾上去。看着皮皮虾号吃得这么香，他就不告诉他了。慢慢吃，还有很多呢。看着皮皮虾号吃得开心，苏小璐有一种养成的成就感。看了一会儿，他就出了空间。晚上，李阔又来陪苏小璐吃饭了。这一次，他的话少了很多，好几次想开口都停顿下来。他不知道说些什么了，他感觉自己没有优点，也没有优势了。苏小璐一心想着晚上的行动，也没多注意李阔。李阔更心伤了。吃了晚饭，李阔心伤的回院子。看着少爷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不莫叹气安抚。少爷，赵姑娘很优秀，你也不差呀。我哪儿好了？有钱也有权啊。
哎呀，钱是爹娘挣的，权是大哥的，我文不行，武也不成。但赵姑娘小小年纪就有了异能力，她能一个人行走江湖，肯定还有不错的武功啊。少爷，可是你长得好看，银钱，将来老爷和夫人也得分你一半。大少爷和你兄弟情深，肯定也照顾你啊。李阔还是叹气，这些对于其他女子或许是很大的诱惑，但对于赵姑娘肯定不行。唉，不墨也叹气，自家少爷真是该清醒的时候不清醒，该糊涂的时候不糊涂啊。夜深已经子时，李府内安安静静。苏小璐轻轻出门，她足尖一点，轻易的就飞离了李府。苏小璐并不知道李阔半夜难眠，在院子独坐，看见苏小璐的身影轻盈飞过，他睁大了眼眸，眼里在短短几息闪过许多莫名的情绪。赵姑娘好厉害，他好喜欢，可这么厉害的赵姑娘他更配不上了。这么晚了，赵姑娘要去哪里呀？李阔脑子里就想起白天的怪湖，他立马站起来，这么晚了，赵姑娘去怪湖，万一有危险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他也得去看看，如果赵姑娘真的遇到危险了，他好救她。这么晚了，惊动不墨肯定也会惊动爹娘，不墨不可能让他独自出府，闹大了爹娘更不可能答应。李阔在短短几息就做了决定，他自己悄悄地出府了。他不会轻功，但他能骑马呀。赵姑娘没骑马，她轻功真好啊，这一路而去可不近呢。想着能飞在天上，李阔有些羡慕。他很少夜里还出门，还是独自一人，他也觉得热血沸腾，激动中夹杂着兴奋。苏小璐轻盈地来到了怪湖边，臭味让她难以适应，所以拿了银针扎了一下，然后没有犹豫，直接下湖了。湖很大，里面的界面石也很多，她能在水中自由呼吸，所以也就不克制自己，直接沉入到河床底，挨个摸索，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要紧。她周身有水墙保护，不管是什么东西也不可能在瞬间伤了她，而只要惊动她，她就有时间做出反应了。苏小璐挨个摸着界面石，有种收获的快乐，这么多足够皮皮虾好吃很久了吧。当水流有急速变化，苏小璐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擦着她腰身掠过，撞在她竖起的水墙上，很大很大。苏小璐猜测应该是大鱼，白天的时候她也被这种东西撞过，当时她顾及船上的李阔，所以早早的出了湖底，但现在她独自而来，再也没有什么顾忌的。那东西撞着一下，有点试探的意味。苏小璐看不见，也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从什么地方来，所以他干脆不在意，继续寻找界面石。但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伺机而动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现在世界和异域融合，那也可以解释为反常有宝。他可不怕这片湖有古怪，他感应能力很薄弱，只能感应出是个大家伙，还是得抓到岸上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既然在水里奈何不了他，那就抓上岸去。苏小璐又摸了一会儿界面石，当水流又波动，她迅速做出了反应。在那东西撞上来的瞬间，她刹那地运用了异能力，水墙壁快速将那东西笼罩，而她自己也快速地准备上岸。她能感觉到那东西真的很大，她的挣扎将平静的湖水搅动得天翻地覆。她在试图破开苏小璐锁定她的水墙，这是一场拉锯战。苏小璐强大的实力让她感受到了危险。朦朦胧胧的，苏小璐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喊声：“救命啊！”苏小璐破开湖面，看到了湖中央的小船摇摇晃晃，上面人影全无。月光下视线受阻，苏小璐只听到咕咚咕咚呛水的声音，还有弱弱的呼救声音，声音也很熟悉。苏小璐无暇去想李阔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她只知道李阔人不错，她不可能让他死在这儿。苏小璐死死地锁住那不断挣扎的大家伙，转而朝着声音来源游去。多亏了鲛人族王上送的海螺，让他可以在水里如鱼儿一样来去自如。很快，赵姑娘，多谢你了。苏小璐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李阔的事情。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这2日多谢贵府款待，我这便告辞了。姑娘客气了，姑娘有事在身，我也不好挽留，但只要姑娘愿意，李府随时欢迎姑娘。告辞。看着苏小璐走了，楚氏松了口气，他才急急忙忙地朝着后院而去。李阔回到了家里，也就不装晕了。
府医给他把脉后，只开了2服压惊驱寒的药，如此家主也放心了。大半夜的，你跑去什么地方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让你娘和我多担心？为了一个来历不明、只认识几天的姑娘，你连家人都可以不顾吗？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了。赵姑娘那么优秀，她这样平平无奇，赵姑娘肯定不可能喜欢她了。在赵姑娘眼里，肯定很鄙夷她吧，差点被水淹死，又被大蛇吓晕，真是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。可她真的没把控好，她真的无能为力。李阔抑郁了，楚氏赶进来，看着李阔这样子，心里不好受，知子莫若母。他坐下来，阔儿，今晚是怎么回事？娘知道你对赵姑娘有好感，有什么事情你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，爹娘也会给你想想办法，你大哥也会帮你的。楚氏有点后悔让苏小璐走了，他担心李阔会因为情伤的打击一蹶不振。娘，求您别问了，我不想说，您别担心，我会自己调节好的。他不想说，他说不出来。楚氏看他这样，也没把苏小璐走的事情告诉他。今晚卜墨并不知道李阔偷偷出去，所以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李阔不愿意说苏小璐又走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楚氏叹了口气，和李父交换了个眼神，夫妻2人让下人都退了，他们也退出去了。出了李阔的院子，哎，老爷，我们还得去找一下那个赵姑娘，今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不问清楚啊，我这心里没办法放心啊。或许这样贸然的去会让那赵姑娘不舒服，他不得不去。李阔是他的儿子啊，他看不得他这样忧愁。是该问一问，阔儿没经历过如此打击，容易生了心魔。人不怕受打击，不怕挫折，就怕生成心结和自己过不去。实际上看开了也不是多大的事情，但要是看不开，那就是致死的。楚氏立马就下去安排了。苏小璐离开不久，李家在常州枝繁叶茂，轻易的就打听到了消息，所以天一亮，楚氏就亲自出门了。苏小璐在客栈稳稳当当的睡了一觉，那大蛇的尸体在空间里，不用着急，等他把见面时解决了，再慢慢的去用来炼药。苏小璐是被敲门声音吵醒的。谁啊？店小二客气的回话：姑娘，有一位夫人找你。一位夫人？苏小璐一时没想起是谁。看见楚氏，他眯了眯眼眸，回想了一下，昨晚走的时候还算愉快，双方都有体面。楚氏又来找他做什么？苏小璐不由得想，难道是李阔出了什么事情？这可和他无关。昨天他把人交给李府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就算要算账，他也是有话说的。夫人早上好，夫人大清早的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楚氏看着苏小璐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他心里有些难以言说的情绪。自己的儿子为了他失魂落魄，但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啊，赵姑娘，冒昧打扰你了。我此番来，我是想问问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请你告诉我。李公子身体还好吗？我会点医术，他昨天落水没事，最多是受了点寒意。你们有府医，应该不至于连这点都看不出来，及时吃一贴驱寒药，应该就没事了。赵姑娘别误会了，阔儿身体没事，只是我这个做娘的担心他，所以想问问，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？姑娘为何半夜出门？李夫人，我想我为什么夜半出去，应该没有必要和你解释吧？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，我与李公子萍水相逢，还算投趣。过儿应他邀约到府上小住，我有我要做的事，只要我做的事情没有伤害到贵府的任何一个人，我想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吧？李夫人，我要是知道李公子会跟踪我出去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。我对怪石头比较有兴趣，所以我去了那怪湖，在白天的时候也是去那里，但是白天的时候我顾及李公子主仆的感受，才没有好好的去寻找，所以等到晚上我就自己去了。李公子是跟踪我去的，我在水下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。水里有一条大蛇，在我与大蛇争斗的时候，我听到了李公子的呼救，发现李公子的船被打翻了，我把他救上岸的。然后就是他中途醒来，看到大蛇非常的大，被吓晕了。最后我解决了大蛇，又把他带回了李府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李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你放心，我也不会去找李公子的。但他要是来找我的话，
那可就不关我的事情了。苏小璐觉得楚氏对她有点莫名的敌意和怒意，她没工夫想他为什么这样。苏小璐的冷漠疏离，楚氏何尝不明白。她看着苏小璐，眼神有些无奈，想解释什么，最后还是算了。她起身，微微勾唇，笑了笑。赵姑娘，我对你并没有恶意，你还小，你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的心，可以后等你做了母亲，你一定会明白的。好了，打扰了，告辞。楚师知道苏小璐对他有意见了，可他也没有做错，他只是一个关心自己孩子的母亲而已，任何母亲都会和他一样的。李夫人，就算等到以后，我也不会理解你的。李公子既然好好的，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但光看你说的这些无关紧要的话语，想来你自己也是明白，你是没有理由为难我的。这说明问题不在我身上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是根本就不会来这一趟的，因为既没有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，反而还会给自己添堵。李夫人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楚氏起身回去。苏小璐回到房间里叫了饭菜，吃完饭菜，她就将意识沉入了空间，准备看一看大蛇的尸体。一进空间却发现大蛇尸体只剩下了蛇皮，连蛇头都只有皮了。苏小璐惊诧地朝着皮皮虾号看去，皮皮虾号肚子圆滚滚的，像是一个吹大的气球，它一动不动。苏小璐都怕它肚子爆了。小璐，零售真的太好吃了，这种低级零售味道真不错。本来想给你留的，但是我吃的太投入了，没忍住，对不起啊。苏小璐无奈摸了摸皮皮虾号油光发亮的毛皮，又戳了戳它圆鼓鼓的肚子。吃了就吃了吧，但是你看你肚子感觉都快要爆炸了，这样真的没事吗？不会啦，我只是看着小而已。小璐，我平常吃不了这么多的，你别嫌弃我好不好？皮皮虾号看着那么大张的蛇皮，也自我感觉到了羞愧。他黑溜溜的眼珠看着苏小璐，有泪花点点。他现在真的是撑得走不动了，四肢都被撑得不能着地了，就像是一只肿胀的狗，踢一脚都能滚去很远很远。他真后悔不该暴饮暴食的。好啦，我不会嫌弃你的，放心吧。这个蛇皮你不吃的话，那就给我用咯。小璐，谢谢你，小璐你真好，我好喜欢你。好啦，那你下次注意哦，不可以暴饮暴食，知道吗？暴饮暴食对身体很不好的，不管是什么好吃的，都一定要循序渐进。苏小璐和皮皮虾号玩了一会儿，才出了空间。他休息够了，所以也没多待，防止李家人再来找他。他干脆牵马出城了，先把见面时搜寻干净再说。住城外湖边，衣食住行山里找一找就行了。苏小璐白天抓了野鸡来烤，吃饱了就下湖水开始搜寻的摸，因为湖水绿油油的，也没有好办法，只有瞎子过河瞎摸。天地为被的日子，他早就过习惯了。马儿就在湖边不远处，自己吃草。无聊的时候，就把皮皮虾号放出来玩一玩。吃了那灵蛇之后，皮皮虾号又长大了一圈。苏小璐在城外自由随性，浑然不知常州城里发生的动静。素来听话孝顺的李二公子竟然叛逆了，被打了家法也不肯服软。人人都说这李二公子是喜欢了一个女子，可惜的是那女子随性潇洒，所以李二公子想要追随女子而去，这李家当然不能同意，所以这矛盾不就来了。不墨连声叹气地把城外传言的话说给李阔听。少爷，你就别惦记赵姑娘了，赵姑娘心里压根儿没有你。你看出城几天了，根本没想进城来，她甚至没打算来看你。赵姑娘本来也没做错，我喜欢她是我的事情。娘一声不吭把她赶走了，还不准我去找她，这难道是对的吗？我只是想和赵姑娘说一声对不起，怎么一个个都要阻止我呢？爹娘是，大哥是，就连你也是。老爷、夫人还有大少爷，都是为了你好。李阔更气了，直接把不墨给推出去，把门一关。哎，少爷，你多少吃一点啊！你这样不吃，身子饿坏怎么办啊？李阔闷闷地躺在榻上生着闷气，他心想，如果他武功好，能像是苏小璐那样轻易飞离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了。
我要想办法出去才行。爹娘下了狠心，看守很严格，一直陪同他的不墨也根本不理解他。李阔越想越闷，心就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不舒服不好，却毫无办法。李阔不肯吃饭，让李家主和厨师都担心的紧，但他们都一致的认定不能让李阔出去了，不然越陷越深，苦恼更多。等过了这阵后，李阔自然会慢慢的平复的。那位赵姑娘和他们的儿子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这才认识几天，都能为他做到不识水米的地步。这要是了解更深更喜欢了，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。不能见，绝对不能见。李海外出回来，下人首先说的就是二公子的消息。李海的妻子于氏温和地说：爹娘担心二弟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二弟执拗，他也长大了，有他坚持的事情，不肯低头也是人之常情。还好你回来了。我去看看他。于是点点头，这阵子为了小叔子的事情，公爹和婆婆都伤神的紧。作为李阔的哥哥，李海是全家人的希望了。毕竟李阔从小就敬重他哥哥，哥哥的话总能说服他。李海去看李阔，楚氏和李家主都放心了些，赶紧准备吃的东西让李海带进去。李海敲门：开门，是我。李阔听到是大哥的声音，立马来开了门。李海进去后把门关上，兄弟俩相互看了看。大哥要是为了这件事来劝我，那大哥就不用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李海笑了笑，把食盒打开，把饭菜一样一样的摆放出来。嘿，来吧，先吃饭，吃完饭我准许你出去。可真？比珍珠还真，快吃吧。你打小就没挨过饿，这么2天不吃，饿惨了吧？嘿，早就不舒服了吧？哎，你也真是的，多少还是要吃一点，哪能这么糟蹋身体呢？哎，给大哥说说，那是个怎样的女子？爹娘为你相看了无数女子，也没见你看上眼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？才认识没几天就让你这样了啊？李海端起了碗筷，摆好饭菜，和李阔一起吃，一边问他。李阔有了胃口，他永远相信大哥的话，大哥是不会骗他的。大哥，赵姑娘非常的特别，第一次见她是在一家酒楼里，她和杨家镖局好多人一起喝酒吃肉，特别的随性，她特好看，眼睛好像是星辰一样闪亮，只一眼，我就喜欢上她了，这就是一见钟情。我当下就不顾一切的想去结识她，和她一起喝酒吃肉。后来她想要离开，我就觉得如果就让她这样走了，那我们这辈子应该不会见面了，所以我邀请她到我们家来暂住。我问她来常州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她打听，她大约是看着我还算不凡，所以应了我的邀约。赵姑娘喜欢怪湖里面出的臭石头，那天白天的时候我就带着她去找了，她还会医术，扎了一下我就闻不到臭味了，她还下水了，水性特别好，能憋1刻钟呢。后来她出来我们就回去了，晚上我睡不着，在院子的时候看她飞出去，我没控制住就跟她去了。我到那湖边的时候冷清清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我就是直觉感觉她在，我就坐船到湖中心，想着等她出来给她一个惊喜。后来湖面天翻地覆，有什么东西在搅动，我没站稳掉下去了，也是赵姑娘救的我。我醒来看见那大蛇，我又被吓晕了，我感觉很没脸。赵姑娘怎么那么好，那么厉害？而且赵姑娘还有异能力。回来的路上她还帮我收拾了。其实那时候我醒着，但是我不敢睁开眼。我本想平复平复，谁知道娘竟然让她走了。我和她都还没有道别呢。大哥，我喜欢赵姑娘没错，但是我也知道我和她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只想当着面好好和她道个别而已。爹娘就是不答应，说什么都是为了我好。我知道他们怕我沦陷得更深，我自己也知道，但不道别，我这心里更难放得下呀。原来是这样，爹娘这边我来搞定，等吃了饭呢，我帮你乔装一下，你就出府去吧。其他的解释，我自然会帮你挡着。大哥，你真是我最好的哥，没人理解我。好了好了，先好好吃饭，把肚子填饱了才有力气。你又不能飞，那可得吃饱饭才有力气走啊。李阔平复了情绪，食欲大开。他从来没有挨过饿，这2天除了心情不好受，也有饥饿的原因。
如今心事也得到了解决，他自然不会委屈自己的五脏庙。吃饱喝足，李海就和他换了装束，仔细装扮一番，兄弟俩像了8成。嘿嘿，现在去吧，开门就直接走，不要和任何人说话，也别看任何人。咱们兄弟俩相貌本来就相似，只要你走得够快，下人只看衣服的，他们不会拦你。但是你要是多停顿，一说话呀，那就准露馅儿。谢谢大哥。李海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拍了拍李阔，挥挥手，示意他赶紧走。现在大家都盯着这边呢，李阔要是过多犹豫，估计连大门都出不了。李阔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谨记李海的吩咐，推开门，不说一句话，也不和任何下人对视，直接就往外走。他走得很快，因着衣着，下人也不敢拦。李阔走得快，也没给他们多看2眼的机会。等李阔出了门，下人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楚氏和李家主正等着消息呢。大少爷怎么还没来？大少爷从二少爷院子出来就直接出门了，走得很急，像是有什么急事一样。有什么急事？能比他弟弟更急啊？李家主若有所思，不插话。不过儿子确实忙，这么大家大业都靠他呢。但没过多久，不墨就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了。老爷夫人，少爷出去了。什么？他怎么出去的？你们这么多人看着的。不墨低着头，他不敢说，因为任谁也不会想到，那么秉公无私的大少爷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不墨不解释，但楚氏和李家主已经知道了，因为李海穿着李阔的衣服来了。楚氏2步上前：你怎么把你弟弟放走啊？爹娘，二弟因那赵姑娘已经生了心结了，爱而不得就是最大的心结。如今那赵姑娘走，他连道别都没能说一声，你们这样拘着他，只会让他心里心结更重。那位赵姑娘喜欢怪石头，最近都在那怪湖边住着，可见对石头的痴迷。她来去自由，说不定哪天就真的离开了，天涯海角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二弟连道别都没有，如此那不是要惦记一辈子？我放他去也是了却他的心愿，他不是孩子了，他心里什么都明白。李海言出有理，一番话将楚氏和李家主说明白了。师娘太紧张了，没顾虑到这些。哎，那位赵姑娘是个什么来头？回头查一查看看。李海点点头，查不查不是什么大事，江湖人这辈子能见几面呢？不过他也是知道了李阔喜欢的性子了，将来相看可以往这方面看看，总要头去才能相好吧。爹娘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二弟你们放心，道个别的话，二弟下午就会回来的。李海轻轻退下，楚氏看了看不墨：不墨，你也退下吧，这件事不怪你，等二少爷回来好好照顾他就行了。不墨点头，这事情解决了就好。说来还是大少爷厉害，大少爷说话，老爷和夫人都听。李阔骑马出了城，直奔怪湖。明明风冷，他却觉得很热。远远的他就看见了人，但是还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牲畜。赵姑娘还是那么不羁，吃着不知道烤兔还是烤鸡，吃得正欢快。听到马蹄声，苏小璐望过去，发现是李阔。咦，现在都9月中旬了，他离开常州城内都小10天了，没想到李阔还是回来找他。等马儿进了，苏小璐笑着招手打招呼：李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要吃烤兔吗？李阔翻身下马，然后朝着苏小璐走去。他深吸几口气，平复心情，礼貌的微笑：赵姑娘，对不起，家母多忧，让姑娘为难了。李公子客气了，你母亲很关心你，我也没有为难。在李府住的1天，我很高兴的，过去的就不说了。苏小璐觉得李阔有点奇怪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，没必要特意来一趟。但李阔亲自来，说明真的把他当朋友。苏小璐还是很高兴的，他把兔腿一伸：吃吗？李阔看苏小璐非常洒脱，他再说就显得扭捏了，接过来靠着火堆坐下。看着这一只像狗又不像的牲畜，李阔好奇地问：赵姑娘，这是什么牲畜啊？我怎么感觉我不认识啊？它怎么这么黑啊？如果是狗，这么纯黑的颜色也是很难找到的。它看起来四肢粗壮长，应该能长很大。皮皮虾号看着李阔，瞅他一眼，把脑袋一偏：小璐，这个人好没有礼貌，怎么可以叫我牲畜？我明明是神兽一类，他这样叫我，显得我好低下。皮皮虾号很不开心，
不想看李阔，也不想搭理他。苏小璐摸了摸皮皮虾号，他叫皮皮虾，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苏小璐的介绍足以让李阔知道他很看重皮皮虾号。皮皮虾号瞬间开心了。李阔看着皮皮虾号和苏小璐互动，露出了艳羡的神色。赵姑娘，你真的很好，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般的女子。李阔看着苏小璐，眼睛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爱意。他真的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子，以后也见不到了。或许是他的爱慕太过明显，苏小璐也懂了几分。他对李阔笑了笑，然后看向远处的怪狐。李公子，那是因为世俗对女子的规矩太多了。如果世俗男子和女子对等，那么如我这般的女子会遍地都是。不管是我还是其他女子，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都是闪亮的星。赵姑娘说的没错。赵姑娘对他真的是一点感情也没有，所以她不会脸红，不会紧张。李阔暗暗叹口气，姑娘无心，他也无错，何必又去惹人家呢？赵姑娘，你什么时候会离开常州啊？快了，10月左右就会离开。到了10月，这怪狐的石头应该被他摸索的差不多了。李阔祝姑娘一路顺风。李阔佯装洒脱的笑了笑，苏小璐却是笑得真洒脱。那我也祝李公子前路安顺。赵姑娘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再见。说出这声再见，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他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和苏小璐再见面，但他知道他总算不那么难受了。苏小璐也笑着说了再见，看着李阔翻身上马利落离开，苏小璐继续专心的吃兔腿。天气要变冷了，不然我还真想进医院一趟。小璐，那我们下一步去哪里呀？去苏州。皮皮虾呀，你会游泳吗？小璐，我还是个宝宝呢。苏小璐在他脑袋上揉一把。哼哼，你之前明明还说你已经脱离了婴儿时期，那怪狐那么臭，我天天都去，还不是为了你？皮皮虾号沉默。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皮皮虾号也下了水。他找到界面时就全部叼上岸，然后等着苏小璐把石头收入空间。和预计的差不多，10月初湖里面的石头已经被摸索完了。苏小璐也带着皮皮虾号进了常州城，用身份牌交代信息之后，他就带着皮皮虾号离开了。苏小璐这边刚走，消息就送去了李府。李阔听着禀报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，但最后只是苦笑了笑。那一日说了再见回来之后，李阔就和李海聊了很久，说了许多话之后，李阔借着酒醉。大哥，你说我能像赵姑娘那样游历四方吗？二弟，江湖你只看见了表面，你知道近来城内沸沸扬扬的灭匪英雄杨家镖局吗？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杨家镖局的人说过，赵姑娘武功非凡，即便她一个人直面那群匪盗，都能全身而退。如今这世道，武力是最不可缺的。如果有机会，大哥会让你获得好处的。哎，只是当下莫要胡来了。你长大了，该叛逆的时候没叛逆，现在你就歇了这心思吧。李海似笑非笑的一番话，让李阔打消了念头。大哥说的没错，浪迹天涯游历不适合他。赵姑娘注定是那高高挂起的月，她在天上，她在人间，只有仰望，却不能并行。你说赵姑娘最后去买了零嘴，以后每日去那店看看有什么新鲜的，买来我也尝尝。不默动了动唇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顺从答应。好的，少爷。不默心想，看来他家少爷是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忘记那位赵姑娘了。现在只是想吃点果脯，也没有为赵姑娘绝食，已经很好了。遗忘总是要一点时间的。赶路的时候，苏小璐把皮皮虾号放进了空间里。这一路上又是走了大半个月，他抵达了苏州，在苏州找客栈住下。苏州也很繁华，苏小璐住了2天，他就喜欢上了苏州。在苏州买了一些东西，写了家信，说明今年不会回去过年了，找个镖局把东西送走。苏小璐直接去了苏州城的一座寺庙，红月寺，也是他师父结交的老朋友了。住持年纪已经很大了，热情地招待了苏小璐。苏小璐在寺庙住下，吃斋饭练剑。
和尚们练的棍法也很特别，苏小璐会在他们齐练的时候在一旁观看。看了几天，苏小璐也看出了一些门道。他们的棍法分开会比较弱，但只要有2个以上的弟子相合，相辅相成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子们通通是以2师兄弟一起练，互补不足。苏丫头，你看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弟子较量较量啊？老住持笑容慈祥，他抚了抚胡子，慈祥中带着期待。好啊，小辈正有此意，还请诸位师兄不吝赐教。他们可当不得你师兄，论辈分，不少弟子都得喊你姑姑才行。无神医只有你一个弟子，我却不是。苏小璐看着不少僧人都比他年长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只是那么一下下，他就大言不惭地抱拳开口。那我可就愧当一句姑姑了。老住持乐呵呵地点头，他抬抬手，有2名僧人出列，恭恭敬敬地走个礼，就拿起了棍子。苏小璐也拿了棍子，较量开始。苏小璐身为第一刀剑贵游的弟子，自然不可能小看他。他的剑法千变万化，他们师兄弟的棍法也出神入化，配合默契几乎刻在了骨子里。苏小璐来了劲，从一开始的试探到反击到拆招，仅在这短短片刻中，老住持看得津津有味，连连点头。其他僧人弟子也都看得认真，大家都在心里默默演练，如果换了自己师兄弟上场，能坚持多久？他们的棍法还可以有怎样的改正？苏小璐一棍子打在2僧人手腕，他们的棍子落地，苏小璐收了手，带着谦虚又骄傲的笑意。承让了。苏姑姑，我们也想挑战你一下。没问题。这一天的比试下来，大家都是很尽兴的，苏小璐也觉得很高兴。晚上斋饭都多吃了2碗，只可惜佛门不吃荤，他却是要吃荤腥的，所以吃了斋饭又出去打牙祭，带着皮皮虾号吃上1只烤鸡再回去睡。苏小璐四处走，走进一座店里，看见2个妇人跪在蒲团上，双手合十在念着什么。因为太投入，苏小璐进来也没有被惊动，她站定静静地听。只听妇人声音沙哑哽咽，反复地念叨着：我佛慈悲，保佑我夫君一定要亲手抓住那挖心吃肺的妖怪，为我们的女儿报仇，也为民除害。民妇知道红月寺最灵验，求我佛开开眼，拯救百姓于水火吧。妇人重复地祈愿了很多遍，然后又虔诚地磕了几次头，最后起来离开。看见苏小璐，妇人并无任何情绪，匆匆离去。苏小璐在店内看了一会儿，又有其他的人进来祈愿了。苏小璐转身离开，她观察了一下，发现不少百姓来祈愿都说了一句话：红月寺最灵验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苏小璐问起老住持：住持，你们红月寺是不是很灵啊？苏丫头因何这么问呢？难道你也要许愿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听好多祈愿的人都会说你们这寺庙最灵验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我猜测肯定是你们寺庙名声响亮。哈哈，你猜测的没错，我们寺庙是有些名气，一些比较困难的疑难杂症，一个百姓多次来祈愿，寺庙就有人记下，弟子会下山查一查，尽所能的帮忙解决了。住持，那你们最近有需要解决的事情吗？我想跟着去。好啊，近来苏州城内有一起挖心吃肺的案子，有目击称看见的狐面容的妖怪非常可怖，身手敏捷，难以抓住，一旦被爪子抓伤还会中毒而死。那妖怪力大无穷，作案后迅速跑得无影无踪，短短3天就残害了3名女子，而他每一次会提前在他想要加害的女子房门上留下记号，哪怕重重包围他也能逃脱。传闻他有铜墙铁壁之身，百姓们心有不安，便有不少人来祈愿啦。哈哈，我本决定派遣弟子下去协助官府查案，那应该是一个异能力人或者异域妖物，他能力强，所以官府才难以抓住他。如果有丫头你的帮助，一定大有把握呀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也好奇是个什么东西在行凶呢？不管是从哪儿来的，如此残害人命，自然是不行的。苏小璐神色有些凝重，
他想起了他在常州怪湖杀掉的灵蛇，灵蛇也是从异域出来的，现在苏州也出现怪事，而且还是命案，其他地方会有吗？大概率是有的，而且还不少。去吧，去吧。如今异变四起，他们这些道门派中人有能力的是该发光发热，普通人在妖魔面前很弱小，没有能力抵挡。如果放松不管，助长了妖魔，总有一天会反噬到他们身上来。下午，苏小璐和2个僧人一起下山了。这2师兄弟，一个叫法音，一个叫法月。按辈分，2人皆是苏小璐的晚辈，所以他们年纪虽大，却还是要叫苏小璐一声姑姑。进了城，法音和法月带着苏小璐直接去了一户大户人家家门。这座府邸已经重兵把守了，进出的人也全是府内之人。法音和法月表明了身份，保护邱府的叫蒋正军，是一个将领。2位大师，里面请吧，但要先冒犯了，为了以防是妖怪冒充，还请让我的人验明正身。法音和法月点头表示理解，他们看向苏小璐。法音开口：姑姑，你可以的吧？我没关系。他们进入邱府，分别去验身。给苏小璐验身的是好几个老嬷嬷，检查得非常仔细。苏小璐并不扭捏，都是女性，她们有的她也有，这就是一项工作而已。检验身体没有异常后，才被允许真正的进入邱府，去往邱冉小姐住的院子。苏小璐看着院子里那一条条深深的爪印，开口：这就是那妖怪的记号吗？法音和法月点头，法月开口：是的，这就是记号。第1个死的女子并没有记号，第2个有记号，但当时没当回事，直到第3个也是上一个，才将这一事联系起来为一起。这位被盯上的邱冉小姐是第4个。邱小姐呢？法月和法音指指里面。苏小璐微微蹙眉，明知道自家女儿被盯上，就算有重兵保护，邱老爷还放任自己女儿在原本的院子里，这一看就很奇怪呀。姑姑，这是邱老爷要求的，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法月像是知道苏小璐的疑惑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姑姑要是想见邱小姐也是可以的，邱小姐也会配合我们的。法音征询苏小璐的意见，苏小璐听说还能见面，那能见面就见一见吧，每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，问一问或许能发现不同的东西。邱冉小姐就在里屋静默地站着，苏小璐和法音他们先检查了外屋，检查仔细，处处都看了个遍，整个屋子干干净净，除了门上的那一点痕迹，其他地方并没有留下痕迹。进了那屋，邱冉小姐坐在帘后面，隔着屏风也看不见她的样子。法月低声解释：姑姑，这是因为邱小姐见的人太多了，邱老爷担心有人冲撞，才这样安排的。苏小璐点头表示理解，他们在屏风对面坐下。邱姑娘，你这2日的生活真的没有异常吗？比如你曾经出门去过什么地方，和谁多看了2眼之类的事情，有发生过吗？就算是女子，曾与你有过任何的接触和眼神交流也算。没有，这2、3日我没有外出过，我哪里也没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上我。看来只能严防死守了，找到任何头绪只能布下陷阱，等待那妖怪来自投罗网。他不是选定人了吗？只要他敢来，咱们就倾尽全力抓住他。这么个官府，加上他们，一定可以抓住的。苏小璐点头，目前也只有这个最笨的法子。随着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所有人都警惕起来。邱府里点满了灯火，将整个府门照耀的灯火通明。邱冉小姐的闺阁已经是层层包围，还有不少高手蛰伏在暗处。苏小璐也在观察。随着子时将近，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传出，所有人都听见了，心头一震。苏小璐率先一个轻身跃起过去，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去。她身后跟着其他人。当苏小璐到院子上方，就看见一个身影从院子窜飞出来，在灯火下，那是一张尖嘴猴腮的狐面人，他双手都有黑色的利爪，此刻都在滴血。他满嘴都是鲜血，手里还拿着一坨，往嘴巴里面一塞，一跳数丈高，身影又快又急。苏小璐飞身追去，
指尖一弹，无数颗水珠朝着那妖怪打去，打中那一下，妖怪坠落下去，在苏小璐眼皮子底下直接消失不见了。苏小璐皱起眉头，竟然还有异能力。他不敢大意，直接将水系异能挥发，无数的水流动，包裹着狭小的巷子，只要有人一定会有形状，但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那个妖怪隐形之后已经不知逃往何方了。姑姑怎么样？法音和法月赶来。被他跑了，他会隐身。听到妖怪会隐身，所有人眉头都更凝重了。只是当下他们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，为什么他们层层保护的秋冉小姐好好的，惨叫却从其他院子传来？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，但他们还是想要看看被杀死的是不是真的秋冉。回到邱府，一个妇人哭得呼天抢地，素雅的院子里也充斥着血腥味。邱老爷也是伤神颓废的坐在边上，落了老泪。地上的尸体才是真的秋冉，已经显而易见了。邱夫人沉浸在悲伤之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蒋正军皱着眉头发问：邱老爷，这是真正的邱小姐，那我们层层保护的人是谁呀？邱老爷垂头丧气，好似精神气都被抽干了。是冉冉身边的一个丫鬟，她怎么可能认得出？冉冉明明已经乔装打扮过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邱老爷想不明白，怎么会出错呢？真假千金的兑换，除了他夫人和那个丫鬟之外，谁也不知道啊。他们做的万无一失，那妖怪到底是怎么分辨的？邱老爷，事情已经出了，还请节哀，还请夫人告知我们一些他目睹的真相，协助我们早日抓住妖怪。蒋正军神色凝重，今天他们连个妖怪的照面都没打，就让那妖怪跑了。这次得手，那个妖怪还会继续害人，一天不抓住，死人就不会停止。而邱夫人这一次应该是亲眼目睹的，妖怪是怎么来的，她可能知道。邱老爷看了看悲痛的发妻，诸位请回吧，那妖怪本事极大，我家夫人年迈，想必也没看清楚，给不了诸位什么帮助。与其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不如好好查查又是谁家的姑娘被做下了记号吧。走啊走啊，你们全部都走！为什么没能保护我女儿？为什么来的那么迟啊？为什么？邱夫人突然发怒的嘶吼，她涕泪横流，此刻没有任何印象。丧女之痛太沉重，她根本受不了，故而将怨气发作。她责怪他们来得太迟了。蒋正军皱了皱眉头，他没有和邱夫人计较，而是隐忍了下来。他挥手下令：带走。不，我不准你们带走我女儿，我不准！邱夫人许是感知到女儿残破的身体，哀痛的大哭，一时气上不来，昏死了过去。见邱夫人昏迷了，蒋正军挥挥手，让下属趁此机会带走邱冉的尸体。邱老爷又拦住了：哎呀，诸位，我女儿已经殒命，那妖怪杀人手法残忍又无章法，只是为了吃这内府罢了。之前几人的尸体是何样，我女儿也差不多，就不要让我女儿再受苦了，让她安息吧。与其继续把时间浪费在我女儿身上，倒不如去查查妖怪的下一个目标是谁。我是万万不会让你们带走我女儿的。邱老爷沉痛中带着坚定，他的女儿已经这样了，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再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再让这些人在他女儿尸体上动来动去，他更心痛。邱老爷不配合，蒋正军皱着眉头，他心里一团火气，本就糟糕的心情在这时候更糟糕。邱老爷完全不配合他的安排，明面上说配合，实际上在暗度陈仓。蒋正军喷着火气开口：邱老爷，今日如若你们听我的安排，今晚这么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了。他们把丫鬟扮作的邱冉层层保护起来，院子里里外外警惕10几层，结果真正的邱冉身边只有邱夫人相陪着，连个丫鬟都没有。他们没有用武之地，没能施展，心里着实是可气。
现在要验尸，邱老爷邱夫人还百般阻拦不准，这无疑是让人心里哽住一口气，不上不下，令人难受。随你们怎么说吧，我女儿已经殒命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女儿死了，我只想她早日入土为安，别的什么也不想了。邱老爷心灰意冷，根本无心来争辩什么，说那些还有什么用呢？人已经没了呀。走。蒋正军咬牙挥手下令撤走了，苏小璐和法音、法月也跟着离开。整个城内都有警戒，增添了许多兵马去巡逻搜寻，一是为了搜查妖怪的藏身之地，二是为了搜查妖怪的下一个目标是谁。他不是张狂吗？那就顺着他给出的目标去保护。苏小璐算是和妖怪正面交手了。蒋正军安顿好下属之后问他：请问姑娘可看清妖怪的面貌了？身高7、8尺的样子，尖嘴狐面，看着不像是人的样子。他有异能力，可隐身于无形中。听到妖怪能隐身，蒋正军皱起了眉头。蒋大人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会隐身的人，近来苏州城倒是有一个，只是那是个姑娘。但这妖怪白日里我们搜查了整个苏州城，也不见踪影，所以也不排除白日里那些妖怪是以人面示人的。蒋正军有怀疑，当下就不愿耽搁，立马起身准备去查问。苏小璐和法音、法月相互看了看，立即跟上。蒋正军带着他们来到一处镖局，叫做虎门镖局。他率先朝着里面走，很快镖局的管事就出来笑脸相迎。蒋大人光临大驾是为了何事啊？蒋正军看了看镖局里忙碌的众人，听闻你们镖局得到一员猛将，武功高，本领强大，传闻说他能隐身，让他出来回话吧。敢问大人，到底是为了何事？我们镖局的百姑娘脾气并不好，贸然去打扰百姑娘是会发脾气的。管事陪着笑脸再次试探。白许姑娘脾气古怪，这确也是真的。人家姑娘有本事，有点脾气无妨，能为镖局做事就行，实力是老大。作为管事，自然熟知镖局每一个人，且尊重他们。只要押镖的时候能完成任务，平日里脾气怎么都行。前者近几日妖怪挖心案，这答案够了吧？管事的一听也露出严谨神色，他点点头。请稍等。说罢赶快转身去叫人了。苏小璐和镖局的人打过交道，他知道镖局中实力很重要。这个虎门镖局这么看重的人，说明在镖局里实力很不错，更何况是个有异能力的人。虎门镖局的管事没有让他们等多久，1刻钟后，管事就带着一个劲装打扮的女子来了。苏小璐和白许看见对方都微微诧异了一下。是位女子吗？蒋正军看了看白许，眉头皱起，是个女子，身形瘦小，也不算高，这和那身形魁梧的妖怪毫无关联。但他从这女子身上嗅到了血腥气。小女子白许见过蒋大人。蒋正军打量着白许。你有隐身之能？是的。你身上有血气是为何呀？你常常失血吗？我经常吃生肉，镖局的人都知道。姑娘，还请和我们走一趟吧。那挖心的妖怪也是嗜血如命，他能隐身遁迹，姑娘恰好也有此能。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证据，但姑娘已经有重大嫌疑了，请姑娘配合，待查清楚后还姑娘清白，一定会放姑娘自由和姑娘的赔罪的。蒋正军严肃地看着白许，只要是嫌疑人，必须要带走严加看管。他们目前毫无进展，民心惶惶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疑似的嫌疑人，自然就不能这么算了。白许皱眉，虎门镖局的管事一听就不乐意了。我们这白许姑娘一直在镖局，从未离开过。她吃生肉，那都是买来的鸡鸭畜物。再说了，见过那妖怪的都说那妖怪身高马大，这无论如何也和白许姑娘对不上。从未离开？你们难道有人和这位白许姑娘同吃同睡吗？每日12个时辰都有人与她在一起。而既然是妖怪，可变化男女之身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们又不是定她罪，只是让这位白许姑娘一步一下，等她查清楚，自然会把她放回来。白姑娘，我们相信你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我们虎门镖局自然会护着你。苏小璐看着白许，她对白许的了解太少了，
但依照曾经的了解，白许应该不会这么听话，他自然是会翻脸的。我跟他们走就是了，那一位张狂的凶手不会这么快停止的。我去一趟就能证明我的清白，这对我没有损失。但令苏小璐没想到的是，白许并没有发怒发火，他很配合。他决定配合，不吵不闹。虎门镖局的管事深感欣慰，但他也要让人知道，他们镖局的人不是好欺负的。白许姑娘心地善良，配合你们做调查，我们虎门镖局也可以配合。但今天我们把话放在这里，一旦再有新案子出现，你们必须放人。只要不是他，自然会放人的。他带走白许是因为他有嫌疑。牛叔，你放心，我没事的。苏小璐也都惊讶他的改变，不是吗？白许心情很不错，他跟着蒋正军的人走到一边。如果确定我不是凶手，我能一起帮你们抓凶手吗？若得姑娘相助，蒋某不胜感激。白许微微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蒋正军把白许带回了官府，找了个丫鬟，寸步不离地跟着看管着，然后就继续去查城中有没有异常。从昨夜秋冉小姐出事到搜城，到找到白许，天早就大亮了，一夜未眠，谁也睡不着。苏小璐也带着法医和法院四处走访。中午到了一家客栈吃饭，就听到食客们谈论起妖怪的事情。这次被盯上的竟然是富得流油的张员外，他可是有2个未出阁的闺女呢，真是倒霉呀！哎，听说那妖怪呀，专门挑选富人家的女儿吃。这个时候，咱们这些穷人反倒是天大的幸运。官府兵强马壮，那么多人去保护2个女儿家，这一次应该能抓住了吧？昨夜那邱老爷失策，也是怪他们自己悄悄搞事情。哎，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快点抓到。有钱人个个都精明，万一他们难得手了，倒霉的还不是咱们这些平凡百姓？姑姑，新目标已经出现了，我们吃了饭赶紧回去吧。苏小璐点点头，3人吃饭的速度都快了一些。吃了饭，3人直接回官府，然后又去张家。张员外的女儿叫张雪柔和张雪玉，一个15，一个13，2姐妹同住一院。妖怪留下的爪印在院子门口，一时间谁也猜不清到底哪个姑娘被挑中。因为不知道，所以张雪柔和张雪玉都是危险的。姐姐张雪柔还能勉强保持镇静，没有哭，只是小脸煞白，看着没有血色。妹妹张雪玉无法自控的颤抖和哭泣，因为太害怕了。蒋大人，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的，请你们务必尽全力保护我2个女儿啊！蒋正军面色沉重。张夫人，昨夜邱家暗度陈仓，导致我们连妖怪的面都没有看见。我知道今晚一定是凶险万分，还请夫人务必全心全意相信我们。我蒋正军发誓，我定不惜性命保护2位千金。我相信你们，请你们一定保护好我2个女儿。爹爹，阿娘，我不想死。张员外轻轻叹气，他们也无能为力，因为面对的是妖怪呀。蒋大人，可否让我陪在2位千金身边？只要张雪柔和张雪玉不离开他们的视线，一定能得到更好的保护。蒋正军想着苏小璐武功高强，他点头。那就多谢了。我们这么多男子，的确是诸多不便，有姑娘帮忙就好多了。苏小璐陪着张员外和张夫人一起守着张雪柔和张雪玉，他们一家人紧紧相邻。苏小璐就在一边的榻坐下休息。随着外面天色黑了，夜幕降临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府内灯火通明，屋内张员外一家人紧紧相邻，苏小璐就坐在他们面前，外面有将士、弓弩手等。这小小的女儿闺房已经被围成一个铁桶。苏小璐都有些好奇，今天那个妖怪还会不会来？如果来，他又是怎么来？屋门紧闭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惊动他们。苏小璐手里捏着银针，随着子时过去，每个人心里都狠狠揪住。苏小璐干脆闭上眼，将五感放开。因为五感放开，张员外一家人的啜泣都显得特别大声。他还嗅到了不可言说的气味，耳朵也听着动静。
潜伏的人紧张的喘气的声音，还有乏累的哈欠声，他们全部聚精会神等候几个时辰了。妖怪迟迟不来，所有人都压抑不住身体的乏累。屋顶瓦片又轻轻的声音响动，不注意根本听不见。来了。苏小璐微微皱眉，她感觉到那妖怪停留在了张雪柔一家人头顶上方。苏小璐没有犹豫，手心聚起巨大的水球，瞬间把张员外一家人罩住。他来了！屋顶传来阵阵的脚步。苏小璐罩住张员外一家人的水球，往外一送，把张员外一家送到外面。他自己则是取了剑，剑指面目可怖的妖怪。又是你，坏我好事，那就拿你命来！阴沉沉的笑了2声，瞬间就化作无形，朝着苏小璐袭来。苏小璐不做犹豫，眼睛一闭，赶时下妖怪无处遁形。苏小璐剑灵活翻转，转瞬就在他身上刺砍数剑，每次都听到叮叮的声响。他没有闻到血腥味，说明没能伤害到妖怪。铜墙铁壁之身也是真的。苏小璐也感觉到了棘手，他身形转换，在他人看来他是在和空气对打，但那叮叮刺耳的声响绝对不会有人真的认为他在和空气交手。姑娘让开！苏小璐躲开，油全部洒在妖怪身上。蒋正军将火球甩出，很快的一个火形人在所有人的目光下现形了。苏小璐的无数剑刺下都没找到弱点，这简直不合理，怎么能没有弱点呢？法音和法月也都加入其中，他们手中的棍子敲在妖怪的身上，也是沉闷的发出了梆梆的声响。被火灼烧，他也没觉得痛苦，让人心里发沉。随着衣服被烧去，妖怪的部分身形再一次遁入无形。你们能奈我何？请来了高手又如何？你们依然抓不住我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是异能力者，你的心脏肯定很好吃。哼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也敢大言不惭地说吃我？你是谁？哼，本姑娘乃名古神医真传人，天下第一刀剑的关门弟子。你这等不人不鬼不妖不魔的东西，也敢猖獗的要吃我？你信不信我一定会用我手里的刀把你分解成一片一片的？在妖怪猖獗大笑之际，苏小璐手里的银针如数打出，刺进他口中。妖怪瞬间就笑不出来了，瞬间就闭嘴捂住了脖子。啊，原来是有弱点的。你湖面妖怪怒目看着苏小璐，却是再也不敢张口了。他觉得喉咙痛极了，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扎入进去了，让他疼痛难忍。虽然拿你没有办法，但是先抓住你对我来说还是轻而易举的，是不是感觉四肢麻木了？苏小璐露出傲慢笑意，他手中的剑转动，挽了一个漂亮的剑花，负手而立，对着蒋正军开口：哼，蒋大人，用网子把他罩住吧。蒋正军立马让下属上了网套。湖面妖怪面目狰狞，他怒瞪着苏小璐，难以置信自己会败在这么一个小姑娘手里。厚重的网子将他网住，这简直就是他的耻辱。看来控制之下，他是不能够隐身，也不能够做其他转变的。铜墙铁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刀子戳不动，那用铁水溶呢？或者用大锯子试试？蒋大人，我能参与研究他的事情吧？蒋正军微微拧眉，他正想说不能，却见苏小璐露齿一笑。蒋大人啊，没有我在，你们也控制不住他吧？不如让我研究清楚了，你们收拾起来也容易啊，是吧？蒋正军万万没想到苏小璐这么难缠，他下意识地看向法音和法月，严谨地开口：两位大师。蒋大人，姑姑不归我们红月寺所管，姑姑的事情请大人直接过问姑姑。蒋正军没想到这么棘手，他犯了难。这样的艺人是不能随意交给江湖人参与的，谁知道他们这些江湖人会不会搞什么大事情？但不让苏小璐插手，他们能搞定吗？苏姑娘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抓住他，难道姑娘就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人再逃走祸害苍生吗？姑娘难道就不想着为民除害吗？蒋大人，我呢做事全凭喜好，什么道德不道德，正义不正义的，我不在意。不让他研究，还想让他干苦力，他可不干。他对蒋正军笑了笑，转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
欢迎蒋大人随时来找我，我这个药效最多不会超过3天。蒋大人，既然妖怪已经捉住，那我们师兄弟就先告辞了。妖怪是被抓住了，但怎么处置还真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蒋正军感觉很为难，但还是让手下把妖怪抬回官府去。张员外和张夫人一家连连道谢，妖怪被抓住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。蒋大人呐，这妖怪本事大，留不得呀。蒋正军淡淡的点头，下令撤走。城里杀人痴心的妖怪被抓住了，百姓们终于松了口气，直呼大快人心。有人欢喜，有人忧愁。得知妖怪真的被抓住了，邱家夫妻抱头痛哭，为自己的弄巧成拙后悔莫及。白许也被放出来了，因为妖怪出现的时候，白许身边有人寸步不离地看守着。蒋正军亲自去放的白许。白姑娘，蒋某有些疑问，不知姑娘方不方便回答呀？蒋正军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苏小璐参与，就是因为他记住了白许，白许也能隐身，也吃生肉，他会不会有办法遏制住那妖人呢？白许看着随和，应该是好说话的，不像那位苏姑娘，年纪不大，说话刁钻得很。白许淡淡笑了笑，你说说看。请问白姑娘，这隐身之能如何才能遏制？为什么能隐身呢？蒋大人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别说我不知道自己的弱点，要是我知道了，也不可能告诉你。至于为什么能隐身，那就要看天意了。也许只是偶然之间的一个念头而已，也许是其他，谁说得准呢？蒋大人，既然我的嫌疑洗脱了，那我可以走了吧？白姑娘误会了，我之所以这么问，是为了对付那些妖人。蒋正军看着一点也不好说话的白许，他只想收回之前对白许的评价。古人说的没错，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不管小女人、大女人还是老女人，全都是一样。姑姑，你就不怕蒋大人不来找你吗？切，不来找我，他们又控制不住，等他们来找我才有意思呢。如果不来，那就是控制住了。这么轻易就能掌控，那我不研究也没事。他们要是再折腾几天还是控制不住，拿他没有办法，我再去研究，那多有意思啊！法音和法月都惊住了，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。疑惑解决了，苏小璐要在这里等几天。法音和法月想着，如果真的搞不懂，蒋正军也会来找苏小璐，他们已经没事情了，所以两师兄弟也就回了红月寺。蒋正军这边一刻也不敢松懈，直到今天为止，他依然没有找到办法对付胡灭妖人。这妖人把眼睛嘴巴一闭上，怎么都撬不开。他想要效仿苏小璐的做法，就办不到。现在的胡灭男浑身上下无懈可击，一点破绽都找不到。现在在他手里就是个烫手山芋。禀上去的又还没有得到回应，他们只得打造了一座金铁笼子关起来。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，这妖人竟然开始有了隐身趋势。刀刺不穿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眼看3天之期要到，妖人的身影开始时隐时现。蒋正军不再拖延，亲自去找了苏小璐。来到客栈，请小二去叫苏小璐。看着苏小璐下来，蒋正军神色严肃：苏姑娘，还请你帮这个忙。你想对那妖人做什么都可以，只是研究出来的东西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份。朝堂对艺人有信息采集，遇到了，特别是这样穷凶极恶的，遇见了是必须要上报的。这可以。蒋正军松了口气，让苏小璐研究是逼不得已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这短短3天，押送也送不回去，在半路跑了也抓不到，而今只有这个办法，把苏小璐请回去。他既然放下话，他肯定是有办法的。苏小璐跟着蒋正军离开，路上想起了白许。蒋大人，之前那位白姑娘你放了吗？放了，白姑娘已经解除了嫌疑，第一时间就让她回去了。苏小璐没再问，到了官府里，蒋正军直接带苏小璐去了最严密的大牢。看着守卫个个苦着脸，蒋正军心里一沉，加快了脚步。来到牢笼，看着空空的牢笼，蒋正军双拳重重地捶在上面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守卫们连忙下跪。大人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打开过，他突然就不见了。我们用火，笼子里也燃不起来，他好似已经逃了。笼子里空空如也，他们也不敢打开，试了各种方法
得出的答案里面都是没有人。蒋正军脑门突突的跳，他下意识的看向苏小璐。苏姑娘，你不是说3天，现在才2天呢？我是说药效至少3天才能过，又没说他能力不会提前恢复。别着急呀，这人还在里面呢。苏小璐将水球放出来，一点一点笼罩整个笼子。很快的，在笼子上方就显出了一个挂着的人形。被发现了，妖人跳下来显露身形，他阴恻恻地看着苏小璐。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你面前，你是选择从上面吃药呢，还是从下面灌？这个选择有点难是吧？不要紧，那就先给你1个时辰考虑考虑吧。苏小璐看着妖人老是不回答，他觉得该给点时间，干脆坐下等，慢慢等。你这人不人妖不妖的模样，应该是人变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小璐问的自然，就像是在问一个老朋友。这随意自然的态度，让人都怀疑是不是眼睛和耳朵都出问题了。妖人自然不回答，苏小璐也不在意，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。眼看1个时辰快到了，苏小璐转头就对蒋正军说道：蒋大人，你去查一下，家里有6口人，排行第3，爱赌博，赌输了老婆和女儿的人是谁，就知道这个妖人的身份了。苏姑娘，你如何知道的？明明一直都是苏小璐在问，妖怪根本没有回答过。不止蒋正军诧异，湖面妖人也睁大了眼睛。苏小璐看他笑了笑：我问出来的呀，他又不是木头，虽然不回答，但是眼神会有变化，也不知道被我勾起了多少伤心事，什么都写在脸上了。蒋正军一脸佩服之色，连忙吩咐下去。妖人再也忍不住，移动笨拙的身体，死死地用一双利爪扣住缝隙处，死死地盯着苏小璐。我要你死，我要你死！苏小璐皱了皱眉，她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冲至她的识海，强烈的刺痛让她抱头蹲下来。她及时护住了精神，才让自己很快稳定下来。又是精神力攻击，还让自己这么痛。苏小璐站起来，没有犹豫，直接就释放了水球，将妖人包裹。他是很粗暴的，妖人几乎在瞬间就张嘴发出惨叫。水柱将他穿透，直接有1根水柱从妖人口中穿出来，那另一头在哪里可想而知。蒋正军等人都下意识地夹紧，这苏姑娘可真不是个好惹的呀。你这个臭娘们！他以为自己获得了异能力就无所畏惧，就能视人命如草芥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才张牙舞爪的几天就被抓住了，而且还逃脱不了。他杀不了一个姑娘，还被他如此的反击，疼痛、屈辱、愤怒充斥他的脑海。不准任何人靠近，就这样再关他3天再说。我去准备一些东西。好，请姑娘放心，一定严加看管住。看着那一条好似有生命的水柱，人们都默默沉默。苏小璐出了大牢，就问蒋正军要了笔墨，写他需要的东西。苏姑娘，要这么多药吗？蒋大人，你不是怀疑我假公谋私吧？怎么这么直白的说出来了呀？没有。那就好，有这些东西，我大概就能研究出它是个什么东西了。取其精，避其害。